好，那么万众期待的灰 K 擂台赛啊，应该叫做灰 K 双神手擂赛啊，已经是刚刚的开始了。我以为是8点钟开始，结果是8点半。不过无所谓啊，我来的早不如来的巧。那可以看到啊，8点半正式开始。老 K 呢，先上来呢，按照屏幕右方，先打包王，然后再打叶枫，再打东京，然后以此类推，最后呢打系别。每剃头一位啊，这个灰 K 都得5飞啊。也就是说，老 K 你剃也行，灰剃也行，只要能剃头就是5飞。然后灰 K 呢，每6个啊，每人16个币，4个币呢就换下来了。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包王这次发挥好了，直接一手4比1、4比2，或者说是4比0啊，对吧？就直接把老 K 干掉了。那么老 K 呢，4个币就下场，老 K 剩余16个币呢变成12个币，然后灰上。灰 K 每人16个币啊，也写得很清楚。然后4币换公类的选手每人是5个币，每人5个币啊，这个就比较快了啊。那15得5，4、5、20， 70个币。老 K 和灰是32个币，相当于抢51的比赛。如果要这个比赛打的难舍难分，打到最后1秒才结束的话，应该是应该是5个小时左右。所以说5个小时呢就比较狠了啊。我们个人认为啊，8点半开始，他5个小时，我尼玛到1点半，我也是真的是。好，我们看看啊，先不扯这个事儿啊，来看看现在呢是灰 K 的老 K 先上场，老 K 先上场来打包王。我个人感觉啊，这是节目组呢有点屌了，因为他先打包王的话呢是这么个路子啊，这个包王呢他是抽签抽的，这个公类选手是抽那个红包抽的，然后呢你关键是你，哎呀，怎么说呢？你关键是你包王打老 K， 老 K 还真不好剃头，对吧？你包王打灰随便剃，打老 K 不一定。我们看看啊，打老 K 不一定，我们随便看，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啊。好，我们看看现在呢是包王上场了。那这个包王呢，他这手龙2，其实包王可以剑走偏锋。你们可能不相信啊，包王这个人呢，他是会用猴子的，他会用猴子，对吧？他如果要是用猴子来打老 K， 没准有奇效，而且这个猴子跟七家社又搭嘎，对吧？他俩又配合的好，这样的话你懂的啊。这个猴子打大门也可以练一练，但是包王好像志向不在于此，跳跃重攻击接上了一手印度尼西塔拉腰，印度尼西塔拉腰啊，原地起跳地，好，后手出腿。这个大猪想出腿的一瞬间被出腿的一瞬间被封着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好，来看看那老 K 这一局上场还真不好说，在气儿方面上的老 K 是占据了一点优势，但是七家社也不亏，开局打了一腿，然后老 K 2个人交换体位，七家社直接一手抓。我们看看，好的，这个反摇手的抓头技能想的有点多。想的有点多，但是不代表没有用啊，还是有想法的。我们看看攻防一丝血，这种情况下除非塔拉腰了，但是呢下重腿的时候被下轻手直接封死，也就是说呢老 K 呢还是有惊无险的拿下了第1分。剃头呢，每个公类选手被剃头啊，灰 K 每一个人都将拿5飞，5飞就是500人民币。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往死干。千万不要给这帮人留面子，平时什么那个做人局什么的啊，差不多就得了。今天就为了这10飞，但是呢也有另一个解说啊，另一个解读就是老板啊，毕竟还是养，好不容易有老板对吧，安排这个比赛，你说你薅羊毛可一个老板薅的羊毛跟对吧，薅的老板跟卤蛋似的，你说咋整对吧？就是轻点薅啊。好。包王的这手红丸首发啊，确实有点套路，老 K 呢有点难受，还剩1丝血。正常呢这点血呢可以选择把这个8神一脚踢死，或者是直接找个机会去磨一下。但是呢这个8神你看残血，红丸还没啥招，直接打对方不敢动，落地重手贴必杀。那么大的一个前期的优势，这就是8神啊，因为8神套路呢比较诡异，而这个红丸的套路比较单一。就那么前后几个套路啊，站轻腿、站重腿、跳重腿、挂逆向、下翻3点接必杀等等，对吧？你基本上就这个情况。好，来看看8神呢，虽然说是有翻盘的迹象啊，就是不是，虽然说是翻盘了，但是他没有这个继续扩大优势的迹象。
最终两个人互换。而龙二打猪啊，并不难打。我跟你讲啊，大猪啊打龙二呢，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尴尬的点，拼攻击距离，龙二也不近，对吧？拼空中抢空，龙二虽然说不敢跟大猪炸刺儿，但是龙二这个防空效果比较强，下重手贴身短打呀，对吧？反摇轻手的朝天颠啊等等的，你看像这种路子啊，大猪就非常难受。那最后一滴血，一个朝天重手。这个龙二的跳重手被称之为空中的升龙手啊，确实是非常的屌。我们看看这一局面对大门，两个人同时出跑，结果一个抓。他们啊，我跟你讲，只要一个人没有被剃头，那么他无论是被灰灰还是被老 K， 他都不可能被剃头的。比如说他赢了老 K， 那么他灰灰上场，灰灰说我有能力剃头他呀，没有用，因为老 K 已经输了一局或者输了几局了，那没有用的啊。好，看来是包王要不被剃嘛，能量闪身，结果是一个后能量闪身啊，非常尬啊。下重手接皮鞭，哎，包王有点飘，居然选择进攻。好，左右抓升龙手，2颗气变对方3颗气。虽然说并非没有机会，但是七家社全场较长，大门不太好打的啊，大门不太好打的。爆气之后想一攻搞定大门，但是大门一个横跳地，选择接了一手蓝之山，角落压制，看看是不是要跳跃过来，原地跳地落地抓，但是七家社这回站轻手，距离有点远啊。前跳地落地钉，哎呀，包王啊，这个心呐，哇凉呐，这个包王的心呐，真的是哇凉的呀！我拿这个疼啊，我拿这个疼。好，那就是只能用一句话来解释啊，就是啥也不是，一脸粉刺，干啥不行啊。好。哎，刚才我们是有那个什么呀？我们柱哥又开始抽了，柱哥的火箭呢？今天还没抽到啊，好恶心呐，好惨啊！好，葡萄哥一手6个集结令。刚才我们那个小疯子是不是也送这个我们小狼集结令了啊？我没有收到啊 ，sorry 啊。好，跳地抢空，直接打晕。这包王这个红丸他觉得没啥用啊，就不用了。作为这个百变小王子，发生什么事了，对吧？他发生什么事了？这个我说怎么回事？我一看，哦，好，这个八神是要被秒的鸭子啊！八神不是那个这个龙二，切，好的，普通头。啊，当，好，来看看，那这一局是一个1v3的局面啊。好，一手回3，要打阴吗？哎呀，我去！直接一手纳尼啊，这都秀上了，这玩意儿个屁啊，这，好，这就是往死揍。我跟你说，包王，上天还是给了你一个机会的啊，他还是给了你一个机会的，你这，对吧？刚才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啊？好，一手3大魁，原地起跳 C， 下盘站 B， 前出大升龙，包王还没跳，然后这个升龙中了个全点，你说是不是对吧？是不是很亏？好的，直接打晕。哎呀，包王距离不被剃头，刚才已经近在咫尺，结果变成了龙脊之齿，可能会成为首个被，可能会成为首一个被剃头的男人啊，对吧？我这包王包王一会儿这么输了，我说包王你咋的？你回家呀？包王说我出家啊。不带这么玩的，那对吧？对吧？你剃完我头之后，你不得像我欺负你似的欺负我呀，对不对？一会儿下一个受害者啊，下一个受害者叶枫应该不能被老 K 剃头啊。
叶枫应该不可能被剃头，我感觉是。这样的话，我感觉包王可能会白玩，一个币3飞，兄弟啊！啊，这一局我感觉就拿包王当傻子耍，感觉你看，你感觉包王像8级电脑，真事儿啊！你看，这包王是不是变傻了？哎呀，整个人啊！我跟你说，平时打的时候两个人唯唯诺诺，包王有可能还能赢老 K， 真的。前一阵包王也不是没赢过老 K 啊，哎。平时的时候唯唯诺诺，一到这种1币3飞剃头5飞的时候，两个人合起来10飞的时候，就重拳出击，就是人性啊！这就是。刚才老 K 打包王就跟包王打我一样啊，直接打崩了你！刚才你看好的，开始头七了，兄弟们，这都开始头七了啊！而且这个头七，这西亚社还穿红色的衣服啊，这个死后就变成厉鬼。真事儿啊！妈，你就赔钱总行了吧？包王说多少钱啊？你说多少就多少啊！啪！好，这一局头七看起来不错，然后他妈发生这么事了啊！这头七看起来不错，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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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的老粉红酒杯啊，一手这个大金卡，啊，一手回3，落地抓，正手接兵，完了，兄弟们，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啊，包王，一个曾经9连老 K 的男人啊，现在被5连，5大连包，这个废了啊！这一下名誉扫地，包王说啊，我玩了一辈子97了。没想到啊，老 K 这个一凶狠起来，他就博士人，对吧？包王这个心态是，他就说老 K 你平时你装的还挺蛮像的啊，不知道以为你北影毕业的，还不是中戏毕业的，还是上戏的，了不起也点，对吧？你这个毕业之后啊，从来都不怎么演。这对吧？这突然就发现，哇，这个影帝级别啊，这都是拿金鸡百花、奥斯卡、金熊、什么金棕榈什么的，这都是各项影帝啊。好 ，CD 一顶，这一局你说包王你上个猪，你说你这猪能行啊？人那个猪是8戒，你那猪是啥呀？你那是佩奇，你那是啊。好的，我包，哎，这佩奇还真别说，现在这个人气蛮高的啊。包王说，包王跟老 K 说，你会吹口哨吗？老 K 说，什么是吹口哨啊？就把嘴缩成一团，然后往外吹气，然后包王，然后老 K。好，我们看看，哎，王天来，兄弟们，反向毒奶好使了啊！反向毒奶好使了。刚才一手王天来，老 K 慌了。老 K 说：“5飞和灰灰的这个幸福就在我手上，这不能吧？”啊，不优啊！包王现在在拼搏，他在为荣誉而战，拿掉1个币也是300块钱，干啥不好？300块钱能买，对吧？能请人吃一顿小龙虾。好的，一个扑地。啊，时间要到了，能量闪身，还剩3，哎呀，包王，哎呀，看来呀，得罪谁呀都不能得罪我狼，我这个反向毒奶啊最为致命，刚才老 K 的摇杆上滋滋冒奶，真事儿的，什么蒙牛啊、伊利啊、特能输啊、特惠输啊，是吧？这说明还是剃不了头，兄弟们，你不能说这是做人局啊，这种情况下做人局有点是吧？我感觉肯定啊，所以说包王这个人就得鞭策他，你就得拿小皮鞭抽他，给他戴手铐，给他拴床上，对吧？然后拿小皮鞭就抽他，是吧？
一边抽一边骂骂咧咧的啊，就那种感觉。好，跳臂，哎呦，小葵花3式往前拉，然后8神擒跳 C。这一局看来老 K 是下狠手了，但是8神如果输了的话，这个刚才包王的这个大猪出色发挥，居然在国服大门和国服大猪身上拿到了艰难的1分，说明我包还是有点东西的啊！想当年在2012赛季包王9连老 K， 那是包王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没有人能够9连老 K， 甚至连现在最强者（括弧）这个所谓的这个官方啊97统称最接近神的男人，想当年也是在老 K 身上拿不到9连的，甚至可能还会一直输老 K， 啊，很少能赢老 K。但是今天包王尽管啊他的辉煌时刻已过，在2021年阔别9年之后啊，9连老 K 的这个风姿已然不在，尽管他已然不在，但他还是拿到了宝贵的1分。阻止了绝代双骄灰 K 这两个不要逼脸的两个小伙子啊，一人拿5飞，这就是作为包王的尊严啊！他不是一个人，对吧？啊，我们看看这个我包这一局怎么说啊？这个5呼是几个意思？我操！5呼完了之后没招了啊！对啊。包师傅被打的像猪头一样啊！好的，跳来跳去，忍一手，其实还可以再上加计的啊！300块钱到手了，有可能还会有一手什么呢？有一手300块钱，再打一手600啊！600在南通就可以做一个半套，然后加一顿夜宵。如果他打900块钱，就可以做一个全套，但是活不全。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没有那种 cosplay 啥的啊。如果是1200的话，那就是 S 牌了。那今天晚上夜宵外加那个什么都有啊。但是呢，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啊，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行了，拿1分得了，还要啥自行车啊？对不对？要啥自行车，对不对啊？现在这300块钱的话，晚上吃一顿南通小龙虾，对吧？南通小龙虾，椒盐的、冰镇的、蒜蓉的、麻辣的、13香的，对吧？这小龙虾告诉你们怎么做啊？先把小龙虾处理好，洗干净，然后下锅直接煮啊！煮完了之后，里面放上这个葡萄，放上西瓜，放上萝卜皮。然后再放上一个，对吧？再放上一个茶叶蛋，然后一顿煸炒，这样的话，这种要你命3000式的小龙虾就出锅了啊！好了，叶枫一上来，我们看看，叶枫可是面霸呀，兄弟们，这叶枫这面霸一上来，好像不给老 K 面子一样啊！怎么说？啊，一手魁3啊，小龙虾还有椒盐的，没有吗？我就随便那么一说，你不喜欢听，我就说点别的。好。一手面霸都能打开销路，看来这个老 K 累了啊，老 K 累了啊。其实叶枫是有机会赢老 K 的。你看叶枫打老 K 啊，有的时候经常在抢短局的时候老 K 吃亏。哎呀，你装你妹呢！你这招我都能连出来，你一个绝世高手你连不出来。重手前倾手接葵花第1式，慢节奏的第2式，然后发洗利莫利多。就这个招式，我说句实话，我成功几率都在60%以上。我跟你扯这个有的没的，你居然没连上，还说是个高手，对吧？你说你装什么逼呢？你说啊，你10个灰的，这重手前一手接必杀，少2个葵花的血量能咋的？能憋死你不？你也打不晕，对不对？好，完了，你看。由于这个人嘛过于装逼，以导致内分泌失调、囊肿黄褐斑加子宫肌瘤以及乳房肿块，最终导致你看背了吧？这个千鹤就千纸鹤，你看这千纸鹤，这都哈漏了，是发生什么事了？那我操！这我们下面有请啊，有请我们的这个著名歌星台正宵老师为大伙演唱一首《千纸鹤千颗心在梦里飞》，给大伙表演这首歌啊，对吧？
然后再让那个我们陈老师给大伙儿来一首这个梦醒时分，歌词大意是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为何，对吧？你看，所以说人嘛可以牛逼，但是人千万不要装逼。你看，就这一个大猪，这逼装的，有这个必要吗？啊，有这个必要吗？被朱威这个我们简称叫朱威三，好吧？朱威权的弟弟啊，朱威三。你这他妈的，哎，这玛丽一上来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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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对吧？朱威权的弟弟朱威三，这他妈的，这你这个八神当时都哭了，八神说含着眼泪走的啊。好。完了，这个八神再难创辉煌了啊！后跳地切小飞三，空中一抢，再打过来，跳来跳去。啊，这一局八神怎么说啊？跳地前跳 C 啊，反抓八神又赢了，可以啊。这是天赐良机啊！这是天赐良机。其实我想更懂你。好的，我们看看这一局大猪，一定要选黄猪啊！好，下轻手挥空抓落地钉，这回不要装逼了啊！但是呢，角落压制，我认为要打一个跳 C， 然后再横跳，原地起跳落地抓啊！他跟我想的一样，但是老 K 还是技高一筹，老 K 直接打开红包。啊，红包里面写着3个大字指令头，后面又有2个小字压键，啊，这一下这个叶枫就懵了，叶枫就说：“小狼你坑我，啊，不听你的好了，我再跳 C 好了。”好，我们看看重腿接升龙啊。我们按回合来计分，现在老 K 剩15个币，打了5个币。虽然说大家伙知道一共是打了6个币，算上叶枫这个啊，但是呢我们先不计，我们按回合计啊。大家伙提醒我一下就行了啊，提醒我一下就行，按回合计。等叶枫下场了或者老 K 下场了，咱们再结算，好吧？没毛病的啊。头上符落地震，好了，站壁一下，头上落地。啊！倒地瘦身，我前冲跑抓，后跳反摇臂落地震。尽管这一局叶枫还是有一定的啊，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心理上的优势，因为这个大门呢，面对这个玛丽啊，还是今天是第一次打，对吧？那大猪刚开始上来，大猪猪威3了，对吧？一手猪威3，大门和玛丽还没有交锋过，但是现在大门满气，这一点就很难受。玛丽蹬过来之后呢，被张走，原地跳 C， 2次性逆向走过来，重手闪身一个抓，后反摇臂。操作失误，但是不要紧，运用战术跳地后闪身，一个震没震出来，玛丽爆气。这个如果要是给他一个重手前一手接钉，可是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2比0，一个八神角落重前接小葵2点接必杀的失误，导致了这一切。啊，让我们走进叶枫的内心世界，在2021赛季，对吧？叶枫与老 K 的某次交锋当中。明显八神的优势局角落，一个萧峰抓过来，正手前一手葵花2式接必杀，但是他出现了致命的失误啊！这一下子就让自己，对吧？身陷重围，有可能他将是首个被5比0的男人，就连被他写过书用来侮辱的如何打包王的包王角色，也在老 K 身上艰难的拿到了1分，这份不折不挠的精神，而叶枫。现在内分泌微微失调，不过情况还可以掌握，因为还有3局。不过这一局呢，叶枫的八神肯定是面了啊！这一手发波直接断送了他自己翻盘的可能。不过还好，这一局八神给千鹤留了2颗气。怎么说啊？高手解释一下什么是横跳。横跳就是带方向的小跳啊，这叫横跳。原地起跳就是原地起跳，很多人说有什么不一样？他俩的姿势都很多角色的姿势都不一样的啊。他不像那个特瑞的跳重腿，
特瑞的话，它就是原地起跳和这个带方向的跳，它都是一样的。你像千鹤啊，原地起跳和这个对吧？它就不一样。跳重腿、跳重手都是，千鹤就不一样。而这个八神呢，哪不一样呢？伤害不一样，原地跳 C 和加方向的跳 C， 还有判定点打的对方的僵直，把自己推出去多远，这个都不一样的啊，对吧？后跳是后跳，原地起跳是原地起跳，对吧？横跳是一个原地小跳，但也有大跳的时候啊，也有大跳的时候。好，安全跳是起身压制，就是说你还没能起来我就跳起来了。当你刚起身的那一帧判定的时候，我是跳 C。这个时候，就算最牛逼的红丸发出一个雷光拳，你也可以落地防住这个雷光拳，并且进行反击的。所以说安全跳呢，非常的恶心。好，这是防不住了。那这一局的话，老 K 2比0，他现在基本上，除非是大猪被秒，否则呢，这个玛丽还是有点机会的。我们看看这一局玛丽，开局搓地板被夹，这一下呢，这个对吧？你看，这一下5.5%的血量就没了。前。好的，轻手防空，这你看，一共小4下的伤害，玛丽已经费了顷刻之间已经费了3%的血量，然后又被指令头抓一点，现在玛丽唯有爆气才能抓住这么一个机会，闪身的时候又被抓，可能他现在连爆气的机会都没有了啊！一个崩，前腿把下臂，前跳地落地想要抢抓，但是由于距离过远，大猪呢指令头压线落地，这样的话3比0，这一局基本上就算他把大猪秒掉，估计也没有气儿了。而这个老 K 的大门呢，也是非常钢铁型的大门，简称钢门。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叶枫基本上是没法翻盘了。那么不要紧，还有2局，这一局啊，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面巴。面巴发挥好还是有机会的，面巴发挥不好，他就是第一个幸运儿。让我们恭喜这位，对吧？这位患者，而且我们下一位受害者有可能还会登场。不过不要紧啊，其实包王现在给大伙儿开了个好头，没有被剃头。你再努力，你再装逼，我一手大猪V2啊，猪 V 拳和猪 V3的哥哥啊，猪 V2 有点东西的啊。好，这一局千鹤怎么说？好，开局打助词被摸一点，站地原地起跳吗？没有，下轻手去晃，打对方乱动有晕点，这样的你他妈的你好像。作为一个绝世高手，不知道对方晕了，我操！哎呀，我真是，不是叶枫，你当年单手打我那个骚劲呢？请问啊，请问叶枫，你当年单手打我的那个骚劲哪去了？啊，单手用红丸给我一顿1v3，害得我现在都不敢玩97啊！就这。好，落地抓。这一局千鹤虽然说力挽狂澜，但是毕竟还是把这个形势拉成平手了。那么我们这一局看一下，连续2个指令头，由于女性角色的防御力偏低，所以说大猪现在已经把千鹤打成了半管血。看看怎么说，前跳过来，好，回身一个崩，然后再找拼血。千鹤这种把对方压进角落并不亏，怎么换都不亏，放崩一点，这个气如果能骗到的话。走过来，好，站地，下盘不敢崩，可以。现在还剩10几秒钟，一个扣没扣到，要破防，可以的。这种情况下，老 K 也是没招，因为他这种破防是刚不了 CD 的。临死之前呢，还是给自己大门留了1颗气，不过这1颗气很难受，因为对方还有个玛丽。这样的话，叶枫只需要把这个千鹤，把这个大门给他归到脑瓜子嗡嗡的就行，对吧？你大门不用气儿打不死我千鹤，用了气儿打我玛丽的时候没有气。不过你这个拳脚也太差了，我想问一下峰哥，这个比赛时间还有51秒呢，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对吧？你归一点能憋死你不？能憋死你不啊？好，超老矮哥不会震，闪身过来，这尼玛也是醉了，后反摇臂，暴气反摇臂也是。落地升龙，但这手升龙叶枫抓住了一个7神气势玫瑰，但是由于对方是男性的角色，非常的幼非常的讷了，想去幼。这个时间还剩30多秒，不要着急，反正你大门也长不了气儿是吧？你怎么的？你能地雷阵后撩踢，玛丽踢一腿，偷下盘3点，漂亮。在这一局
明显啊，玛丽呢打出了一个高爆发的伤害，这完全取决于千鹤给自己留的这个遗产。说句实话啊，这个遗产呢非常的丰厚。玛丽的伤害呢，虽然说有这个连招上的优势，也有角落压制的这个优势，尤其是爆气之后妈了个蛋啊，这个爆抓接妈了个蛋。但是它最大的这个爆点还是在于爆气之后跳重腿重手接一手接上一手必杀，然后妈了个蛋落地。如果是原地起跳的话，就是一个十哥啊，4哥。好，这样的话3比1，这一局叶枫已经摆脱了这个龙脊之耻啊。继包王之后，叶枫再次挺身而出，告诉你想要 V 我3，门儿都没有啊！哎，老 K 刚才被打的像猪头一样啊，对不对？好，蹬过来一腿，这手升龙扯犊子呢啊！这手升龙升出来一瞬间，叶枫就真想把摇杆砸了。他当时就想给摇杆拴个绳，然后给绳上绑个大象嗡嗡嗡飞，脑瓜子嗡嗡的。实话实说啊，扭头就走了，去自助餐直接喝了20杯奶茶，全都放珍珠的那种。好的，看看斩首蛛丝飞身一丝儿，哎，一丝儿血这个就好打了。你一丝儿血八神就慌了啊！千鹤就不怕一丝儿血的人，哎，千鹤就不怕一丝儿血的人，哪怕你是100个气儿大门我也不怕，何况八神。我们看看这一局大猪蛛丝过来，远距离漂亮，这个抬手偷下盘下手助词下扣。晕点现在还没有，这回合马上就要晕，再打一回合，好，可以了。我们看看又要打跳，哎呀，他不敢跳，骗闪身下扣，晕点还是没有，2回合晕点下地，原地起掉地，蹬一腿一丝儿血就无所谓了啊，没事儿，一丝儿血，老 K 他要能翻盘，那叶枫直接就脑瓜子嗡嗡的，不会，大哥不会吧？哎哥，我操你！你这样要被翻啊？对呀，你这样翻盘的话，小狼不会生气吧？对吧？如果你让大猪给自己的大门留了3颗气，小狼不会揍我吧？好可怕，小狼，不像我。好，有踢！现在大门就是我3颗气儿就跟我儿子似的啊，保护的好好的。你看，我操，这个顶门一针出其不意了。我们看看。残血千鹤，哎，对呀，你看这崩的气儿，对，就骗的气儿，把他气儿用，哎，扯犊子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对手是老 K 呀，拿到1分可以了，不被剃头你就烧高香了啊！这一局给你一个300变600的机会，我们看看，哎，你看都有气儿，老 K 也不虚，哎呀，明显老 K 这一局啊大意了，这底盘有点秋，我们看看跳地，来操，跳地直接爆抓一个爆气。吸尘器玫瑰，3比2，看来叶枫连输3局之后，明显啊，智商又占领高地了。喝一个，为了对吧？为了好好解说，喝一个82年的可乐。好，反抓，不愧是面巴啊，不愧是面巴，晕了。这一局啊，兄弟们，这一局呢，我跟你们讲啊，其实包王开了个好头，然后呢，叶枫一旦赢了1局之后，叶枫反而心态放松了，真的啊，这样的话心态就放松了，对不对？好，完了，要 V3了，兄弟。哎，所以说啊，兄弟们，你们不要羡慕什么河池的什么八神，也不要羡慕灰灰的这个什么千鹤，也不要羡慕这个老 K 的什么大门，什么叶枫的玛丽什么的。你们记住啊，想要玩好这个游戏，首先先练一手八神，想要把这个游戏玩到精，记住。再练一手八神，想要把这个游戏玩到终极，能跟老 K 灰什么河池他们抗衡，记住要练八神啊！只要把八神练得好，对吧？打谁都是1v3啊！你把那些挂叫过来，那老 K 的被打得满头是包啊，跟那个释迦摩尼似的啊！好了，看看
这个心态放松了，一手放松了之后，我就真的好的不要紧。老 K 现在拿到赛点，对吧？波王现在只拿了波王拿了个币，叶枫拿俩币。东京热按照这个理由，东京热应该能仨币，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啊，600如果对吧能变900的话，600变900，叶枫在沈阳应该能玩2场，对吧？应该能玩2场。他在沈阳的话，我估计沈阳最高消费500，我估计了啊，差不多吧，也就那差不多了，900块钱，哎，不用1场。他先那个什么，他2场他可以免预资啊，对，啊，他消费也可以免预资，没事啊，还可以赠送个按摩啥的，可以了，够用了啊。好，一顿跳飞，这都打皮了，这都啊。这样的话，看来叶枫已经丧失斗志了，真的。叶枫现在高挂免战牌，已经丧失斗志了。老 K 直接骑马过来拿斧头，直接把那个对吧，把那个免战牌砍倒。好，一个崩，站地一脚，好，直接一手必杀，打晕，哟，轻腿接生龙。沈阳你1000块钱玩1场，你好，你莫不是被人给坑了吧，兄弟啊！我去沈阳，我不能跟你说，嘴太快了，真的。你去沈阳玩1000一场，你莫不是让人给坑了吧？你进的是黑店吗？请问？好，一个崩，重手一摸，哎，这手你千鹤根本摸不着人的感觉，你看啊，猪就这一点他非常讨厌。好的，终于是把对方压进角落，但是这一腿一个扣，待会儿要破防，后能量闪身，我们看看还有3点，哎呀，崩了啊！哒啦哒啦啦！你们1000玩啥？你们1000啊？你们1000玩的啥呀？网红啊！1000块钱，1000块钱，你打飞机好了，1000块钱啊！好的。好，跳过来，后撩踢。这一局玛丽其实占领心灵上的优势啊。那大门没有气儿，哎，但是这个好的跳地接爆抓，我们看看一个爆气。你这个架招，我好像让他妈驴给踢着了啊！老 K 都哎，老 K 王天来啊！老 K 刚才居然天来，不是。这就是你们口中的这就是你们口中的4S 啊！你们管这个叫4S 啊？啊？你们管这叫4S 吗？我操！啊！嗨，各位观众，4条 S 啊！我去你妈的，这么4条 S 啊！这好比你看到博尔特跑100米跑了11秒多。好的，来东京热啊！师傅打了2个币，徒弟怎么好一点？青出于蓝胜于蓝，打3币吧，是不是？啊，好的，但是有我金牌毒奶在此，3个币纯扯犊子啊！这一局8神明显是打比打了，毫无反制的力量。尽管没有打 perfect， 但是跟 perfect 是一个逼样的，因为血满了啊。好，下重手助词，哎，闪身过来，哎，这如果说是叶枫的话啊，刚才叶枫的话，叶枫就可以考虑我闪身过来是不是一个反跑抓，但是他没有动，打破防，东热这局可以啊，非常有煞气，但是这一颗气是老 K 最狠的一个保命套路，他这一颗气儿你压不死我，我可以能量闪身或崩，去你妈的，你不能给点面子啊！对吧？小狼那个地方写的是天道酬勤，我有个哥哥，我哥哥后面写的那个不是天道酬勤，叫春池雅韵。后来我怎么看怎么像去你妈的啊！我这谁？还有，我有个叔啊，他办公室写的是妇女之宝，
后来他告诉我叫宾至如归啊，我也是真的，怎么说呢？好，一个崩，助词一下，好，这一局完事儿啊。前跳 CD， 原地跳，摸一下，底盘助词往前拉，忍一手再崩，前跳过来一蒯，后来一蒯，助词往前一拉。这东京热这一手千鹤啊，好，直接崩死。来，这一手 F5。好 ，OK， 好，来看看现在啊，顷刻之间呢，看到这个大猪啊已经残血了，不过马力也不是很好。我他妈的这个苍蝇，我要不打死他，我真的这个苍蝇我要不打死他，我跟他一个姓，我告诉你，他妈的你等会儿，逼逼来啊这个。好，来看看，那么玛丽这一局啊，主要是气儿上看看能不能搞事情，血量无所谓，只要一个跳地重前接臂妈了个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下招后拉，前跳 C 左右一丝血废了，崩都崩死你了，小伙子啊！落地左右，哎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要不要打一个正身位，逆向回身，重手一个崩，崩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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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狼是吗？哥，苍狼好听啊！好，开局呢，东京热啊，其实打的还不错了。他主要是八神太面了啊，他八神不面，刚才有机会的，比如说这一局八神又面了，看来主要是压死了，你知道吗？这宋对吧？我们看那个四大名著里面，《水浒传》里面有一个人叫宋押司，就是他天天被人压，对吧？就压死了，非常嘚儿啊。好，那么看看，然后你是怎么减肥的？我不仅减肥了，我还有腹肌呢啊！我今天腹肌都成型了，不成块还早着呢，巧克力块还早着，但确实成型了啊，真的成型了。好，轻手挥空骗大圣龙，前跳 C 重手前轻手一个钉，这是很多菜鸟都梦寐以求想要学会的招式，恰巧这招我成功率90%啊！好，我们看看。真有腹肌啊！别不相信啊，真的有。好，看看上来就是一手183，难道我们的东京热一本道虎啊？难道我们的东京热啊要成为第一个幸运儿吗？啊，轻手一个抓，鬼不过来，重手接大魁，然后一个前落地，往前一钉，空防落地一个抓，但是被反抓了啊！这个八神明显老 K 有点大意了啊！好，小魁腿把前原地起跳。他其实原地起跳打 C 的话，八神是吃亏的。这手升龙好像你跟叶枫一个样啊，对吧？这个就外事不决问升龙，然后就啥也不是。这个升龙不中啊，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而且是泰森的弟弟就太严重，严重的一批啊！怎么减肥求指教？我告诉你，很多人问我减肥是运动重要还是吃重要，还是都重要？我告诉你，吃运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坚持啊。重要的是对自己下手要狠，减肥不难，难的是减肥之后保持住啊！我们看看，现在一手鬼不过来重前接飞，这个东京热这手八神，如果要是咋地都这个逼样啊，他就可以撂把了，不用玩了。在游戏厅里面，我个人感觉，如果他要是跟老 K 这么玩，老 K 啪啪打成5-0，那老 K 这辈子别想玩三国战记，他只要玩三国战记，东京热就投币就给你拖死，不让你玩，真事儿啊！你这么玩太气人了！这个八神两个人差距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就是老 K 好像是个大学生，然后这个东京热大概的技术呢，应该是那种就是学前班，比幼儿园稍微强一点啊，就刚教你拼音啊喔呃一乌吁波库摩和德特呢了鸡西西滋滋滋这种。好，一个抓，废了，这千鹤也扯了。所以说玩97，对吧？玩97要厉害，记住3个字：
啊，记住3句话：8神，还是8神。啊，老 K 说：“我来97，对吧？我来97就是奔着3个字：8神，还他妈是8神。8神玩的好，这个游戏你对吧？8神玩的好，你这个游戏你就没烦恼了，真的。好的，一个爆抓，原地起跳，勾腿。”横跳地吗？没有。好的，横跳 C， 妈了个蛋，1丝血，2丝，再打一个横跳地，可以的啊。打不过就关机，那万一碰见老板，那老板不给你一个腿棒就给你拐出去了。我们小时候没有人敢关机的啊，而且关机那个按钮老板都藏起来，老板给你不是也不能说藏起来，反正不是好按。你关机，老板说你还我机器呢，老板说你说。对吧？你说不想活了，不想在我这儿混了。想当年我也是，对吧？我是牡丹江13太保，我他妈你敢关我机器，对不对？真的就是，如果你碰到这种事儿，那个老板一定会向大门那个地头一个腿棒啊，直接就给你绊倒。好，这一局东京热啊，刚才非常秀，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气儿啊有点明显不足，两个人。在一顿左右摇摆的过程当中，老 K 是抓住了一个钉的机会，角落压制，前跳落地，哎，跳地没钉，没有气儿，腿把一根，玛丽还有机会，点站臂走过了下臂往前拉，一个爆气，这样的话一个重攻击接一个大钉可以，有没有钉？吸尘钉，前跳 C， 好的，果然是跳 C 挥空吸尘钉，这样的话这么一看呢。包王打了2个币，叶枫不，包王打了1个币，叶枫打了2个币。按照这个比例啊，这个如果老 K 不下场的话啊，很有可能能打好几个币，能打3币，真的有可能能打3币的啊。